上品灵根了不起啊！啊！老子打的就是你们这群高高在上的天骄！吃土吧你，爽不爽？这就是老子的修行。冷静，那只是未来的画面，再等一会儿，这一切都会变成现实。有些涉足者，你给老子等着，我成仙杀过去，一定要跟你好好聊聊。玄天宗招新，改变命运的门票，老子拿定了。1/1000概率的天赋，系统说他是黑店老板，平时2文钱的东西，他这么善良怎么可能？胖婶儿，一个肉火烧，1碗豆腐脑。好嘞，晨会200铜钱，客官里面请。多少？200。婶子，你这卖的是仙丹啊！小声点儿，没看见满大街都是有钱的狗大户吗？不趁现在宰一波，天理难容啊！2文变200，这物价涨了100倍。何止！待会儿那些世家公子来了，我要涨1000倍。秦宇，你那臭豆腐也别藏着了，这帮外地人最爱吃这种稀罕物，赶紧出摊，咱们1人1半。宰狗大户，胖婶儿，咱们的格局还是小了。我有更绝的法子，能让主动把钱送上来求咱们宰。秦宇，看见没？那群狗大户今天物价全翻1000倍，能不能肥过这一年，就看这波了。好家伙，系统说你无奸不商，真是保守了。这心黑的能敌墨汁啊！婶子，这还不够，您明天再熬一锅甜豆腐脑，只要他们不开口，您就直接上甜的。甜的？那玩意儿甜不拉几的，谁喝得下去？就是要他们喝不下去。天底下哪有干吃肉饼不配汤的？喝一口受不了，他们不得再掏1份钱买咸的？1份早餐收2次智商费，这叫甜咸双杀。还得是你们文化人啊，这种损招都能想出来。等着，婶子这就去买糖。可惜了，小镇又少了个顶级大奸商。婶子，我这叫现代职场厚黑学。您慢忙，我得去修仙了。复制系统开启，让我看看这些所谓的天骄到底都有什么层次。这种货色也敢横着走，垃圾！下一个，长得帅不能当卡刷呀！我要的是命，不是脸。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，没有天赋就是蝼蚁，哪怕是杂役的命，老子也要先抢到手里。给我复制，老子的地路从今天开始。成了！游戏设计师，你给我等死吧！这就是拥有灵根的感觉吗？后背暖乎乎、湿哒哒的，灵气灌顶、脱胎换骨啊！从此往后，我命由我不由天，秦羽大帝的时代降临了。那个，这位兄台，你先别大帝了，你背包好像漏了。啊，漏了！靠！我的热水瓶塞子开了，合着这灵气暖流是开水烫后背啊！兄弟，烫得不轻吧？我看你刚才笑得跟要飞升似的。多谢提醒，再晚点我这大帝就得变湿帝了。坏了，我的祖传宝贝！谁家茅草炸了？这是人能散发出的味道吗？这可是我闯荡修仙界的本钱啊！怎么全烂成粑粑样了？香，烂了也还是那个正宗味儿。你这个疯子！你在光天化日之下玩这种东西！啊，小姐，你误会了，我这可不是一般的东西，你要不要来一口？玄天宗竟然招这种变态！救命啊！我不烤了，这钱我不收了！切，没见识，这可是极致的生存物资。好家伙，这帮土豪直接坐私人飞机进考场了！老子爬了1个时辰的山，这就是阶级差距吗？系统，给我探测那小子的天赋。距离太远，无法进行探测。靠，
连个 WiFi 信号都这么弱。算了，稳一手，先找个树荫猥琐发育。玄天宗招新考核，现在开始。第一关，测灵根。这种大型招聘会现场，果然最是消磨时间。哪来的贱民，身上一股大粪味儿！滚开，别挡本少爷的路！哟，这谁家没拴好，跑出个会喷粪的玩意儿？卑贱的蝼蚁，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我乃当朝宰相之子唐傲天，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宰相之子？哎呀，失敬失敬，乖乖儿子，见了爹爹怎么不磕头啊？你说什么？你有种再说一遍！我说我是你爹，你不仅长得像我，连这股目中无人的骚气都跟我一模一样。乖儿，别在大街上给老秦家丢人了。你找死！我要把你舌头割下来喂狗！宗门禁地，私斗者取消资格。小子，等进了宗门，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。不仅是你，你全家都得陪葬。全家？我全家就我一个。你要是愿意当我儿子，咱家户口本倒是能多个人。乖儿子，下一关见哈。虽然我复制了下品灵根，但那可是大地之路的种子，千万别掉链子。秦羽，下品灵根，勉强合格，杂役预备。看到没？这就是命。下品灵根，你这种废物只配给本公子提携。哼！天哪，上品灵根，多蒙凝而不散，这是百年难遇的天才。听到了吗，废物？你是地上的烂泥，本公子可是天上的云。你是云是吧？小心哪天老子这坨烂泥直接拍在你这张尊贵的脸上，让你这辈子都洗不掉。牙尖嘴利，等考核结束，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求死不能。这就是第二关，这是哪儿？玩大冒险吗？无知小辈，吾乃玄天宗藏经阁书灵，号百事通。此关试炼，若不能答出吾之所问，便要被剥离神识，沦为痴呆。书灵百事通，听起来很博学。老头，要是你被我问倒了，是不是也得给我磕一个？狂妄！万古以来，从未有人敢挑战吾之逻辑，受死吧！欢迎来到第二关，小家伙，吾乃玄天宗藏书阁阁主，上古书灵百事通。书灵很厉害吗？听着像个复读机啊。吾博览群书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修仙界大大小小各种秘籍，吾无所不知。切，懂得多有什么用？修仙界拳头大才是用道理。你这种老古董，一看就是只会耍嘴皮子的弱鸡。肤浅。幼稚！你听没听过知识就是力量？修仙不全是打打杀杀。等你进了宗门，自会知道吾的伟大。既然你说你无所不知，那我问你一个最基础的问题：你要是答不上来，就趁早散了这团烟雾，回国焖饭去。尽管问。这世间若有吾答不上来的问题，吾这几千年书便算是白读了。好，那你听好了，人类可以在水底呼吸吗？哈哈哈哈！吾还当是什么惊天难题，竟是这般小儿科。听好了。凡人无灵气护体，入水则溺，肺部会被浊水灌满，绝无可能在水底呼吸。看清楚了，现在这瓶水是不是在我的头顶上？我整个人是不是在水的底下？这，那你瞧好了，我现在是不是在水底下呼吸？呼吸，我溺水了吗？我肺炸了吗？不对，这绝不可能。水瓶顶在头上，算什么在水底？你这是作弊！你这是在偷换概念啊！对，您是前辈，您说什么都对。但我刚才问的只是能不能在水下呼吸，事实摆在这儿，您怎么还急眼了呢？吾活了几千年，吾阅尽天下典籍，吾的话就是真理。你一个乳臭未干的凡人，竟敢说吾错了？那您倒是找个漏洞反驳我呀！找不出来，那这百事通的名头，怕是得改成百不通喽。漏洞，一定有漏洞。输了就是输了。不。吾绝不会错！宗主，您看，我出的这道搓泥造人可谓是玄妙无比。报，宗主，各位长老，出大事了！
苍心阁树林百事通前辈，他气得闭关罢工了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本公子真要破绽，为何被强行踢出？坏了，我就玩个逻辑脑筋急转乱，该不会真把这世界的 AI 给玩死机了吧？秦羽，是不是你在里面捣鬼？为什么考核突然中断了？陆静，由于不可抗力，第2关考核取消，所有存活考生直接进入第3关。幻梦境。这种坠落感是怎么回事？我的修为，我的系统，怎么都感应不到了？快跑！妖怪来了！救命啊！这不是幻觉，那种杀意是真的。哥哥，救救我！快跑啊！妖怪来了，他要吃人啦！妖怪，我在哪儿？哦，那是……该死！这幻境也太真实了，腿竟然在发抖！二哥，这第3关的通关标准你一直秘而不宣，这到底是在考什么？此乃幻梦境，入阵者记忆全消，唯留求生本能。这小渔村每隔片刻便会随机吞噬一名平民，这就是人性最原始的屠宰场。救救我，大哥哥，救救我！救他我就得死，不救他我还是人吗？这见鬼的身体怎么动不了？此子果敢，有一颗至诚的斗心，定能入宗。废物，淘汰！什么？舍身救人也要淘汰？那这关到底要找什么样的天才？修仙界弱肉强食，命只有一条，明知必死还硬撞，这不是英雄，是没脑子的莽夫。若宗门全招这种热血上头的蠢货，出门历练不出3天，咱们玄天宗就得断子绝孙。大哥哥，救救我，我腿断了！滚开！卑贱的蝼蚁，能给本公子争取逃跑的时间，那是你的造化。此子心性极度自私，甚至同类相残。这种人入宗，迟早会为了宝物背后捅头芒一刀。滚！救人的被刷，不救的也刷。胡天，你这标准到底是什么？难道非要在这幻境里等死才算通关？标准就是在这必死之局中求得一线生机而不失道心。这帮庸才没一个合格的。别怕，我带你走，我们一起逃。又死一个，胡天，这下你总该满意了吧？这孩子竟然是内定的极品灵根，哪怕是死，我也得把他捞回来。胡天，你疯了！那孩子被妖怪吞了，你还让他过，这公平何在？此子面对妖邪毫不畏惧，救人舍生取义，乃是修仙之大智大勇。这种弟子不收，宗门要收那些怂货吗？说实话，他是你流落在外的私生子吧？确实是我私生子，各位给个面子，让他拜入我门下，绝不给宗门添麻烦。你这老狗绝后几百年了，哪来的私生子？这孩子到底什么天赋？说实话，否则老夫今天让你血溅当场！哎呦，等，你们来真的！我说他是极品灵根加隐藏雷灵体，这种妖孽我不内定，难道留给你们抢？雷灵体确实罕见，但这儿怎么还有个更离谱的？你们看，秦羽那小子在干什么？这小子是打算在幻境里野炊吗？那包里塞的是什么？一直在冒诡异的黑烟。死狗别碰老子的包，那可是老子的命根子！你这死狗，算你识货，那可是哥准备发家致富的宝贝。那是何物？竟能让幻梦神兽如此疯狂？莫非是传说中的极品万年灵药？不像。若是天才地宝，必有霞光万丈。那东西黑乎乎、软塌塌，甚至还透着一股诡异的酸臭气。这味道似曾相识。诸位，俗话说得好，狗改不了吃那啥。那少年包里装的，莫不正是五谷灵回之物？不可能！考核重地，谁会随身带着那个？这小子是来修仙的，还是来施肥的？神兽本能最是真实，看这形状，看这色泽，绝对是某种经过长期发酵的污秽之物。此子当真是古往今来重口味第一人。我靠！我的包呢？我的祖传宝贝呢？你个死狗！那是我留着保命的祖传臭豆腐，老子还没吃呢，你竟然全给干了！
那可是我加了秘制酱料，在地窖里捂了半个月的极品啊！你这死狗，吃了老子的心血竟然不给钱，你给我吐出来！宇哥，小声点吧，刚才长老们都在看监控，他们现在都觉得你在书包里藏了翔。啥？那叫臭豆腐是美食？这帮土老帽懂个屁呀！现在宣布入选名单：第1名苏凌风，第2名秦羽。我过了，玩屎被吃臭豆腐也能修仙？不，绝不可能！长老，名单是不是弄错了？我唐傲天资质上乘，为何没有我的名字？宗门选拔品德为先，而秦羽虽行事不羁，却有一颗赤诚之心。赤诚之心？他背着一包屎进考场，这叫赤诚？我不服，这绝对有黑幕！名单到此为止，未念到名字者即刻下山，明年再来。不可能！二长老，凭什么没有我的名字？我可是上品灵根。没错，我也在幻境里救了小女孩，从妖怪嘴里逃脱了。凭什么淘汰我？黑幕，绝对有黑幕！那个玩屎的秦羽都能进，我们为什么不行？黑幕，黑幕，黑幕！总不能告诉他们，这帮人全是吹牛大雾，根本没救什么小女孩吧？可这品德标准一旦公开，宗门面子往哪儿放？都闭嘴！吵得老子耳朵疼。我是说，在座的各位，全是垃圾！秦羽，一个靠运气进来的废物，凭什么羞辱我们？凭什么？就凭老子过了，你没过。上品灵根了不起啊，在幻境里被狗吓破胆了吧？你胡说！二长老，我不服！说是输给天才也就罢了，输给这种无赖，我不走！不服是吧？行啊，唐傲天，既然你觉得自己行，那咱俩就在这擂台上见真章，生死由命，输的那个滚出玄天宗。好，这可是你自己找死！长老，请准许我与他决一死战，以正公允。宗门的威严不能丢，既然大家觉得有黑幕，那我就当众打碎他们的牙。您看，行吗？这小子就是那个包里藏屎的狠人，虽然路子野，但确实是个破局的法子。好了，好，今日便破例设下擂台。秦羽若输，不仅他滚，名额归你唐傲天。但若挑战者输了，挑战者及其家族永世不得踏入玄天宗半步。唐傲天，你敢接吗？有何不敢？我堂堂宰相之子，上品灵根，还怕他个掏粪的？建民，这叫游龙步，练了10年的专业无指级身法，你连我的衣角都摸不到，晃得我头晕。你是家里长虫了吗？修仙界都这么死板吗？打架还得先跳段舞，弱智！受死吧！这就是阶级的差距！看老子生化攻击！我的眼睛！上品灵根是吧？鬼公子是吧？去你大爷的！低贱的庶民，你竟敢！插队的时候很爽是吧？现在让你吃个饱，这就是你想要的机会。二长老开恩呐！我家少爷可是宰相之子，再打下去就没命了！求求您阻止这疯子！玄天宗擂台，生死有命。既然签了赌约，就算是当朝宰相亲临，也得把这规矩吞下去。这小子下手真够黑的，不过打得好，这群权贵子弟确实该吃点教训。专业的武术指导，每天练武1刻钟，就这，老子在底层摸爬滚打的时候，你还在喝奶呢！还有谁想上台试试水吗？敢欺也为我！够了，
此战秦羽胜，唐傲天终生不得踏入我玄天宗半步，违者斩。秦羽，既然入了宗门，以后就好好修炼，别再弄那玩意儿了。那玩意儿？哪玩意儿？长老，您是说我刚学的这招石子塞牙？那确实不太雅观。我说的是你兜里的臭豆腐。这仙家圣地，老夫不想再闻到那种大逆不道的味道。修仙的人鼻子都这么灵，我的生化武器居然被宗门高层拉黑了。秦羽是吧？能把宰相之子打成那样，你是头一个。但这玄天宗可不是靠拳头硬就能横着走的。管事大人，我这人要求不高，包吃包住，工资照发，偶尔能摸个鱼就行。摸鱼？哼！杂役弟子的杂字就是让你干遍宗门脏活累活，挑水砍柴洗工头，哪一样够你受的？听这意思，杂役就是修仙界的临时工啊？那怎么才能转账？哦不，当正式弟子。只要你能在宗门大比中击败外门弟子，就能实现阶级跨越，这叫鲤鱼跃龙门。击败他们容易？既然这世界天赋决定一切，那我就把那些顶级天赋一个一个全薅过来。有志气是好事，但别做梦，哪怕是最差的外门弟子，也是修出灵力的仙人。你先适应半年的挑眉生活再说吧。半年？众管事，你看我这下品灵根，像不像那种能创造奇迹的旷世奇才？我看你像个旷世奇葩。别废话，前面就是你的洞府，赶紧滚进去。半年，太久了。既然当了杂役，我就要当那个把所有天才都踩在脚下的最强杂役。我唐傲天，宰相之子，竟然被一个卖臭豆腐的杂碎给废了。那个死大妈坑我钱，那畜生踢我屁股，他还撒土迷我眼睛。哇！公子莫哭，老奴定将此事禀告家主。二长老虽护着他，但在这修仙界，弄死一个杂役比踩死蚂蚁还容易。我要剥他的皮，抽他的筋，我要他秦羽死无全尸。秦羽，这就是你的洞府，虽是杂役，但这666号可是这片风水最好的。辟谷丹、门规、玄天宫基础卷都备好了。这柔软度，这质感，在前世哪怕是顶级996伏笔也住不起这种独栋别墅啊！修仙界当底层都这么卷吗？咱们杂役和外门弟子的区别，就是活多点，领的灵石少点，天赋差就只能认命。认命？德文大叔，我问你，怎么才能晋升外门弟子？我可不想一辈子扫地。挑战，只要你击败同届的外门弟子，就能取而代之。但挑战只能在半年后开始。这半年，中品灵根和下品灵根的差距会像鸿沟一样拉开。半年？哼，弱者才等天亮。我有系统在手，别说外门，内门我也能一路横推过去。半年时间足够我复制出一身神级天赋了。当年我也像你这么想，可50多年了，我也只是个管事。好好歇着吧，别再折腾那种污秽之物了。这触感比前世住的狗窝强出100倍啊！玄天宗这杂役福利，诚不签我。地骨丹，狗都不吃。不过这定制券倒是不错，终于不用忍受1周5天校服的摧残了。嘿，邻居，吃了吗？妈呀，是你，那个在擂台上撒土塞石子的狠人。兄台怎么称呼？我看你这表情，好像见到我很不开心啊。没有，绝对没有。在下李正通，能跟您做邻居，我简直开心的想原地升天。让我瞧瞧，这小胖子是不是也藏着什么垃圾天赋？要是太废，检测到 A 级天赋千锤百炼，检测到超稀有 A 级天赋大难不死。我操 ！A 级天赋千锤百炼 ，A 级天赋大难不死，这哪是胖子，这简直是人形自走免死金牌啊！秦兄，你这么盯着我，我害怕，我真没钱陪你臭豆腐。所有新入宗杂位立刻集合，今夜抽签分配岗位，谁敢迟疑，重罚不误。正通兄，你的好日子可全在这1000里了。
既然人到齐了，现在开始分配杂役岗。为了公平，全部抽签。往后干什么活，全凭运气。大叔，这明月广场面积大吗？旁边树多吗？地方不大，就几棵小树，一个人管绰绰有余。几棵小树，那不就是天选摸鱼位这种好事也能让我撞上？看来我这倒霉运气终于要翻身了。枫叶广场，枫叶广场可是咱们宗门最大的卫生区，那里的枫树落叶跟雪片似的，一个人干到天黑也扫不完呐。大叔，我能重抽吗？这 A 级天赋还真是诚不欺我，越倒霉越磨练。李兄，你这简直是拿了天降大任的剧本啊！秦兄，你就别打趣我了，我这命怕是要交代在那堆叶子里了。怕什么？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咱们先填饱肚子。哇，这就是传说中的清蒸蛟龙筋，这卖相够排场。小兄弟，这龙筋可是给内门弟子补身子的，大补得很，一般人啊怕是受不住。大补？哼，我这人从小身体素质就硬，别看我瘦，我不小，这盘我挑战定了。哦，我不小，那你倒是说说，你身上有几个贡献点啊？贡献点？吃顿饭还要那玩意儿？哼，女人，别以为我是新人就想骗我，我可一点都不想。这清蒸蛟龙筋，给爷来一份。小弟弟，这蛟龙筋要5个贡献点，还有这可是从筑基妖兽身上抽出来的，你这种没修为的吃一口，当场就得爆体而亡，炸成血沫子。那什么，我突然想起今天胃不太好，不适合大补。哼，没钱去那边，只有那个窗口是免费的。西红柿炒蛋全是西红柿，土豆炖肉全是生土豆，这也太不把杂役当人了，这能吃？宇哥，这土豆没熟，嚼着跟石头似的，要不咱还是回去吃辟谷丹吧。我刚好也想尝尝那辟谷丹是什么神仙滋味。小通，都怪你，刚才在窗口怎么不拦着我啊？我哪敢啊！狗都不吃的玩意儿，老子今天倒要看看多难吃。哇，真香！这辟谷丹一入腹，饥饿感全没了，舒服，真他妈省事儿。靠小聪明只能苟活，在这个天赋决定命运的世界，我必须变强。感应到了，天地在变大，我也在变强。我操！修炼竟然能直接干复制进度条，那老子只要一直修炼，全宗门的天赋岂不是我想复制谁就复制谁？哈哈哈哈哈哈！这就是修仙，一夜未眠，非但不困，反倒每个细胞都像在吞噬生机。进度条涨了，昨晚还是0，现在竟跳到了2%。果然修炼就是系统燃料。等我熟练引气，一天起码能看出5%的进度。20天，只要20天，老子就能再复制一项顶级天赋。唐傲天，你个头胎小能人，给我等着！还有那狗屁游戏设计师，等我复制最强天赋，定杀回去算总账。仙路尽头谁为峰？一剑秦羽皆成空。扫地去，为了老子的复制大业。这群外门弟子还在装模作样吐纳，等老子攒够进度，你们的天赋全是我的。扫完收工，区明月广场根本不够老子热身，附近还有个大宝贝没收割呢。A 级天赋却在这扫大街，真是暴殄天物。唉，小弟弟，一个人扫地多寂寞，哥哥来教你什么叫真正的职场关怀。贼老天，你存心耍我是吧？刚扫完一块就落下一堆，干脆把我埋了得了。这活没法干了，根本扫不完。哟，小通，这就是你说的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？我看你快被叶子埋了。宇哥，我这倒霉命，扫了一上午，越扫越多，我不想干了。小通啊，你要学会适应，以后倒霉的事儿还多着呢。修仙界的职场，不能只靠蛮力。
那还能靠什么？管事说扫不干净就没饭吃。看在你我有缘的份上，今天我便将压箱底的绝学打工人摸鱼12计传授给你，助你脱离苦海。摸鱼12计，宇哥，这真能行？哼，听好了，第一条，我们是修士世人，不是生产线的驴，要学会科学休息。科学休息？可我休息了叶子就更多了。笨！没人检查的时候，你就拼命休息，那是给宗门干活吗？那是给自己养生。最关键的第2计，要让检查的人亲眼看到你干了活，这叫工作成果显性化。宇哥，你快教教我，到底该怎么做？第一步，检查不在的时候，千万别运走叶子。小通啊，你扫的不是叶子，是你宝贵的青春啊！宇哥，风一吹就散，根本扫不完啊！谁让你真扫了？记住，打工人是人，不是生产中的驴。啊，不扫怎么交差啊？这你就不懂了。第2计，显性工作成果，把树叶堆得像小山，检查的一来，一眼就看见你努力了。可是堆在这儿不还是要运走吗？笨，等检查的走了，风一吹不又散了，明天继续堆，周而复始，这叫可持性摸鱼。宇哥，您真是我再生父母啊！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小意思，这可是我多年总结的职场生存智慧。宇哥，救我狗命！以后我李正通就跟您混了。行了行了，赶紧堆你的叶子吧，我还得回我那风水宝地摸鱼呢。这家伙帅气冲天，跟他一比，我这明月广场简直是天堂。不过他那倒霉天赋，说不定以后还有用。白天摸鱼，晚上干进度，这才是修仙界的正确打开方式。只要进度条一满，老子就能复制更多天赋。什么唐傲天，什么上品灵根，都给我靠边站！10年，老子是来当大帝的，不是来送快递的。这晋升名额我吃定了。都听好了，别以为进了宗门就能高枕无忧。半年后晋升赛，成则鱼跃龙门，败则10年后滚下山当浪客。还有，玄天功是宗门禁忌，曾有内门天才私传家族，执法风直接挑断他全身经脉，丢进万蛇窟化了血水，这就是叛宗的下场。玄天功，名字取得还真随意。仲文德说这功法是百事通那老东西改良的，我倒要看看有多少含金量。给我吸！只要进度条满格，这狗屁天赋论就是个笑话！怎么回事？这灼烧感像有人拿烙铁捅我的骨头，百事通那老寻子在功法里留了坑。这灼烧感像岩浆灌经脉，但想靠天赋决定论锁死我，老子不信这个邪！说10滴灵水了，快点，再快点！只要进度满格，我就能彻底改命。垃圾辟谷丹，狗都不吃。有免费饭堂的蛟龙鸡不香吗？不过这门规嘛，有规矩就有漏洞，正合我意。从杂役弟子开始的成仙路，第1章，先定一个小目标，比如把那个唐傲天再揍一遍。宇哥，别看了，出大事了！执法风检查的人来了，说我们这片区域违规积压落叶。检查？老子刚干完进度条就来找麻烦。郑通，别慌，跟我走。李正通，这都1个时辰了，为什么这地上的树叶越扫越多？你是不是想领教一下戒堂的手段？执事大人息怒，您看这漫天落叶，简直是这枫树在欺负咱们勤快的正通兄弟啊！这就是典型的落叶速度超越了人力极限，正通他可是把命都拼上了。执事，我真的尽力了。尽力了？那为什么不把叶子运走，反而堆在这里？大人您有所不知，这就是正通的高明之处。若是运走了，您来了一看满地新叶，还以为他偷懒没干。现在堆在这儿，就是为了证明他一刻都没歇着，是这树不争气，老掉叶子啊！哼！宇哥，
你简直是神仙下凡！这魔芋实在太神了，堆在这里反而成了我努力的证据。这只是智慧的冰山一角，郑通，你要记住，运到垃圾堆的树叶没人能看见。接下来我教你第3计，如何什么都不干，却让别人觉得你忙得脚不沾地。看来他这千锤百炼的倒霉天赋已经生效了，这么倒霉的差事都能撞上，没有对比，我就不知道自己的运气有多好。李正通，你可得给我好好撑住，你这大难不死的天赋，我收定了。等我复制了这逆天命格，这玄天宗就该改姓秦了。谁在那儿？滚出来！李兄，我看你这摸鱼12计使得还不成熟啊，想不想学点进阶版的？只要按我说的轨迹走，保证执事抓不住你。秦哥，你简直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只要不被可口零食，你说往哪儿走我就往哪儿走。好兄弟，你就乖乖在哥的视线里晃悠，再坚持几天，等我进度条攒满，你那 A 级天赋大义不死可就是我的了。唐傲天那帮孙子肯定想不到，我一个下品灵根的杂役，居然能摸到飞剑。等哥引气入体成功，第一个就拿你们祭剑。给，这种反派的感觉真他妈爽啊！变强，只有变强才能把那些高高在上的天才踩在脚底上。感应到了，这就是天地灵气。经脉运转路线给我记牢了，第一周天给我转。成了，这感觉比睡觉还舒服100倍。系统给我开！天赋下品灵根，修为进度99%，只差最后临门一脚了。最后1小时 ，A 级天赋你是我的了！给我冲啊！成了，终于满了。丁，因果复制系统进度达标，恭喜宿主获得1次天级复制权。检测到目标人物李正通 ，A 级天赋千锤绵炼。那种倒霉蛋的逆天天赋，现在是我的了。给！宇哥，你那摸鱼12计绝了！我把树叶堆在路边，管事今天真的没骂我，还说我辛苦了。正通啊，好好干，你的福气还在后头呢。这秦羽是不是疯了？一个下品灵根的垃圾，笑得跟当了宗主似的。下品灵根，那是昨天的我。从今天起，你们眼中的蝼蚁要开始吃人了。唐傲天，还有那些看不起杂役的天才们，半年后的外门挑战赛，我会亲手把你们的骄傲一片片撕碎。复制大地之路，就从这杂役广场开始。都是我的，很快这些都要姓秦了。等我凑齐这一身逆天天赋，不要让这诸天万界都臣服在我的影子里。那些设计游戏的混蛋，洗干净脖子等我。给！